世界上有许多国家，每个国家都给人们带来无限的精彩，每个国家都在不同的权力维度上发展壮大。二战后，世界格局重新构建，有一些国家在不同领域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。这些强大的国家是当前的全球领导者，影响着世界经济模式、地缘政治关系和各国的外交政策。一个国家了解其在世界其他国家中的相对实力是极其重要的。这有助于在多个领域做出战略决策，这些决策将影响该国未来的安全、稳定和社会福利。我们知道，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是有争议的，因为一个国家的实力因素是多方面的，指标的不同也意味着名次的不同。近日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布了2022年世界最强国家排名，排名依据领导者、经济影响力、政治影响力、强大的国际联盟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共5个指标的加权作为衡量标准。报告涵盖了85个国家，并对全球17000余人进行了调查。今天，新视野就带大家一起看看排在前10名的国家都有哪些。以色列位于亚洲西部，东接约旦，面积21937平方公里，人口为936万，主要为犹太人，官方语言为希伯来语，但英语为通用语言。政府所在地位于其宣称的首都耶路撒冷，但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在国际上未得到承认。以色列是发达国家，是西亚和中东地区经济和工业发展最先进的国家。该国工业化程度高，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，高附加值农业、生化、电子、军工等技术水平较高，经济实力较强，竞争力居世界前列。在教育、预期寿命、人均财富、幸福感等方面表现非常出色。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该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在高技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位居世界第5。以色列国防军由隶属于内阁的总参谋长领导，由陆军、空军和海军组成。1948年建国以来，其国防军卷入了数次重大战争和边界冲突，使其成为世界上受过最多战斗训练的武装部队之一。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拥有核武器，但该国一直奉行模棱两可的政策，从未正式否认或承认拥有核武器，而是多年来不断重复以色列不会是第一个向中东引进核武器的国家。根据1993年的一份报告，以色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，简称阿联酋，位于西南亚阿拉伯半岛东南部，与阿曼和沙特阿拉伯接壤，面积83600平方公里，人口为999万。阿联酋是由7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制君主国，首都阿布扎比也是境内最大的酋长国领地。阿联酋仅用了大约50年的时间，就从贝都因部落发展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。在这个年轻的酋长国联盟的整个历史中，经济增长一直很稳定。2000年至2018年间，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接近 4%。如今，阿联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经合组织平均水平高出近 80%。阿联酋政府在发展石化工业的同时，把发展多样化经济、扩大贸易和增加非石油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首要任务，努力发展炼铝、水泥、塑料制品、建筑材料、服装、食品加工等工业，重视发展农牧渔业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，重点发展文教、卫生事业。近年来，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，同时注重可再生能源的研发。此外，旅游业是阿联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迪拜是中东地区的顶级旅游目的地。阿联酋武装部队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发挥着积极有效的军事作用，被美国武装部队上将、前国防部长詹姆斯·马蒂斯戏称为小斯巴达。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，
面积377915平方公里，人口为1.25亿。日本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，但在战后快速复兴，自1960年代开始了持续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，被誉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。目前，绝大多数世界知名的日本跨国企业都诞生于这一时期。而从1990年代开始，由于过度投资所造成的资产膨胀以及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，日本经济最终在银行业余放比过高以及日元不断升值下崩溃，而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努力也没有成效，被称作失去的10年。2002年2月以来，日本经济进入了一段缓慢但却平稳的恢复时期，创下了战后最长的复苏期。日本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，其科研能力、工业基础和制造业技术在世界位居前列，同时也是当今世界第4大出口国和进口国。日本经济高度发达，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质量。1968年至2009年，日本一直保持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地位，2010年被中国超越 ，GDP 总量退居世界第3位。日本在2020年将其 GDP 总额的1%用于国防预算，并保持着世界第9大军事支出。日本自卫队受日本宪法的限制，放弃日本在国际争端中宣战或使用武力的权利。法兰西共和国，简称法国，位于欧洲西部，首都巴黎，面积643801平方公里，人口为6700万。法国是发达的高收入混合经济，其特点是政府参与度高，这使得法国经济有较强的国家资本主义色彩，在核电、航天和铁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。大约2个世纪以来，法国经济一直位居全球前10。目前，按购买力评价计算是世界第9大经济体，按名义 GDP 计算是第7大经济体，同时也是欧盟第2大经济体。法国经济高度多元化，亦是欧洲第3大制造业国家，仅次于德国和意大利。法国人享有高水平的生活质量、教育水平和较长的预期寿命。法国军事发展历史悠久，对欧洲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有多次关键的影响。2019年常备军费开销为638亿美元，占 GDP 的 2.3%， 世界排行第5。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，亦是北约成员国。冷战时期和诸多北约国家都进行过国内和国外的联合行动。在北约以外，法国于非洲、中东和巴尔干半岛都参与过各种维和行动。法国一直是拥有核武器国家，并拥有世界第3大核武器储备量。韩国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南部，面积100363平方公里，占朝鲜半岛面积的 45%， 人口为5184万，首都为首尔。2021年7月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了韩国地位变更案，正式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。韩国是混合经济体，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10，是拥有高收入经济体的发达国家，亦是经合组织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成员国。三星、LG、现代等韩国品牌享誉国际。韩国受教育程度位居世界前列，其经济受益于高技能劳动力，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，其经济的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。由于韩国历史上饱受战争之苦以及与朝鲜的对峙，用于国防建设的支出较高，占 GDP 的 2.6%。韩国拥有世界第6大的现役军人人数和第2大预备役队伍，目前现役军人为63万，并拥有297万预备役部队，这相对于韩国5000万的人口总数来说是个庞大的数字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，简称联合王国，通称英国，是本土位于西欧并具有海外领地的主权国家，面积243610平方公里，人口为6779万。
英国由4个构成国组成，分别为英格兰、苏格兰、威尔士和北爱尔兰，首都为伦敦。英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，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9大经济体。英国是全球首个工业化国家，工业革命使英国人的生产力大大提高，商业与财富得到极大的增长，更凭借着在工业时代最早进入工业化的船坚炮利，1763年至1942年期间成为世界第1强国。其鼎盛时期的19世纪被称作不列颠制式，当今英国仍是世界强国之一，在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科技、教育和政治上均有全球性的显著影响力。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也是英联邦、7国财长峰会、7国集团、20国集团、北约、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成员国。英国是传统军事大国，是国际公认的有核国家，其军事开支位列全球第4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%，也是全球第2大军事科学、工程及科技的开销国。其军队的最高统帅是英国君主，经常参与北约和其他盟国的军事行动，在全球拥有多个海外基地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，简称德国，是位于中西欧的议会民主制联邦共和国，由16个联邦州组成，首都与最大城市为柏林，面积357592平方公里，人口为8300万。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，工业基础坚固，拥有高技术的劳工，庞大的股本及较高的创新能力，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。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是世界第4大经济体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第5大经济体，是全球第3大出口国和进口国。以汽车和精密机床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，也是德国的重要象征。服务业对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71%，失业率为4.7%，为欧盟成员国中最低。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完善，国民拥有极高的生活水平。此外，也是联合国、欧盟、北约、欧洲委员会、7国集团、20国集团和经合组织的成员，并拥有第3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。德国军费开支在世界上排名第8。2018年，军费开支为495亿美元，约占该国 GDP 的 1.2%， 远低于北约 2% 的目标。然而，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后，一次性注入1000亿欧元，几乎是2021年530亿欧元军费预算的2倍。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，从2014年到2018年，德国是世界第4大主要武器出口国。俄罗斯联邦，简称俄罗斯，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的联邦共和国，面积1,7098246平方公里，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，人口为1.47亿。首都和最大城市是莫斯科。俄罗斯是经济大国之一，基础科学研究实力雄厚，特别是在航天、核能、军工等尖端技术研究较领先，拥有丰富的能源及矿产资源，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。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，是世界第9大经济体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，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。大型服务业占 GDP 总量的 62%， 其次是工业，占 32%， 而农业最小，仅占 5%。俄罗斯十分依赖天然资源的出口，石油、天然气、金属以及木材占总出口量的 80%。目前，俄罗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及 OPEC 以外最大的原油输出国。俄罗斯是传统军事强国，沙皇俄国时期强调发展军力，苏联时期军事水平达至巅峰。俄罗斯也是公认的核武器国家之一，核武器储备位居世界前列，同时还拥有第2大弹道导弹潜艇舰队，并且是仅有的3个使用战略轰炸机的国家之一。此外，俄罗斯保持着世界第4大军费开支，
是世界第2大武器出口国，拥有庞大且完全本土的国防工业，生产本国使用的大部分军事装备。中国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为14.12亿，面积位列世界第4，人口数量全球第1。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，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，世界遗产数量全球领先。2022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18.32万亿美元，是第2大经济体，仅次于美国。按购买力评价计算，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，同时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， GDP 实际增长率常年位居世界第1。此外，还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，亦是第2大进口商。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也是许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。中国的研发经费位居世界第2，在航天航空、装备制造业、高速铁路、新能源、核技术、超级计算机、量子通讯、人工智能、5G 通讯、生物技术等应用科学领域有较强实力。国防预算位列世界第2，每年军费投入超过1700亿美元，拥有世界第1大规模的常备部队，并具备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。同时，中国已经建成一支蓝水海军，拥有2个航母战斗群与自主研发的先进驱逐舰及战略核潜艇，亦是世界上第2个拥有第5代战斗机的国家，并在相关航空技术领域发展较快。中国是公认的核武器国家，也是重要的航天大国，年发射次数位居世界前列，是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首个能够完成载人航天、月球软着陆与采样返回、火星软着陆等复杂任务的国家。中国由于其高水平的创新、经济潜力、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，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。美国位于北美洲中部，面积983万3520平方公里，人口为3.33亿，面积和人口均位列世界第3，首都华盛顿。美国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移民，是世界上民族和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，有民族大熔炉之称。美国自19世纪末开始就已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体，长期以来都是全球经济、军事、教育、科研、航天及医疗技术的头号强国。作为高度发达国家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及第2大的商品出口国，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1，而依购买力平均则位列第2。在国民平均薪资、人类发展指数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生产力等经济学指标上，美国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美国经济已步入后工业时代，服务行业占据经济主导地位，位列世界第1。同时，其生产制造业规模也极为庞大，位居世界第2。仅占据全世界 4.4% 人口的美国，贡献了全球1/4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/3的全球军事开支，这使其在经济和军事上均处于全世界最重要的地位。美国的军事规模一直位于世界前列，2021年国防开支达8010亿美元，占 GDP 的 3.5%， 占全球军费总开销的 47%， 为世界最强大的军队，拥有全球最大的核武器库，全世界最精良的武器装备，在近代世界军事排名中一直保持第1。美国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订有多边和双边军事条约，海外基地与设施共800余个，向4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军事援助，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订有援外军事训练计划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，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。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